你好，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今晚咱们聊聊姜子牙。神话里他呼风唤雨，法力无边；历史中他其实是个年纪最大的失败者。72岁之前杀过牛，卖过酒，困顿半生，没有法术，只有一场漫长的等待。接下来，请找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故事。故事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渭水北岸的芦苇荡里。深秋，寒风卷起漫天芦苇，一片荒凉中，一个白发老人像尊雕塑般坐在石头上。他满脸沟壑，皮肤像枯树皮一样粗糙，手里握着根竹竿。传说他的鱼钩是直的，离水3尺，没挂任何诱饵。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就不是钓鱼，而是一场精密的猎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行为艺术。他在等什么？在风声的缝隙里，遥远的朝歌城正传来酒池肉林的喧嚣和大厦将倾的哀嚎。在此刻之前，他是屠夫，是商贩，是向生活弯腰的失意者。但此刻，他决定不再弯腰了。他背对世界，手握直钩，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属于他的唯一的猎物。这个老人名叫吕尚，后世尊称他为姜太公。历史的聚光灯总是习惯打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上，但如果你愿意把镜头移开，移向繁华背后那阴暗潮湿的巷弄，移向充满汗臭和血腥味的市井深处，你会发现很多改变世界的故事其实是从这里发芽的。在商朝末年的都城朝歌，就有这样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空气中弥漫着生肉和发酵米酒的味道。就在这片嘈杂声中，藏着一家不起眼的肉铺。铺子的主人叫吕尚。这一年，他不是威风凛凛的姜太公，只是邻居眼中一个古怪的杀牛汉。看他的刀法，手里那把磨得发亮的解牛刀划过牛皮，切入肌理，避开骨骼，没有暴力的宣泄，只有令人发指的精准。这不仅仅是杀戮，更像是一种解剖。每当他把牛肉切下来，眼神里没有对金钱的渴望，只有一种冷酷的计算。在他眼中，这头庞大的牛就是此刻这个臃肿而腐朽的商王朝。那一层层厚重的脂肪是朝歌城里奢靡的贵族，那些盘根错节的骨骼是僵化的官僚体系，而那些看似强壮实则坏死的肌肉，则是这庞大帝国的军队。他正在练习，这个身份低微的屠夫正在用一头头牛演练着如何肢解一个庞大的帝国。谁能想到这个屠夫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他的祖先曾辅佐大禹治水，但到了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就像是一个王子突然被扔进了贫民窟。为了不饿死，必须学会为了2枚贝币和人讨价还价。白天他在肉铺杀牛，晚上他在酒馆卖酒。他很少说话，但耳朵像雷达一样竖着。军官的抱怨，商贩的咒骂，奴隶的哀嚎，这些碎片在他脑海里被迅速拼凑。他清晰地看到了商朝大厦地基上的每一条裂缝。他不是在混日子，他是在蛰伏。然而，精神的富足掩盖不了现实的狼狈。对于一个战略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你胸怀天下，却连米钱都凑不齐。在民间传说里，姜子牙甚至倒霉到了极点。老婆马氏嫌弃他，骂他：“你读这些破书能当饭吃吗？隔壁二狗子都能抓兔子，你连个耗子都抓不住。”这是高维认知与低维生存的剧烈碰撞。姜子牙的大脑是用来运行国家战略的，你非让他去运行卖面粉的小程序，结果必然是死机。为了证明自己，他去创业，
结果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笑话。去卖面粉，刚摆好摊儿，平地起了一阵怪风，把面粉吹得漫天飞舞，只剩筐里灰。去卖羊，刚赶到集市，就赶上朝廷禁令，羊全被充公，换回几张废纸。如果你是马氏，大概也会绝望。这男人简直是被衰神附体了。但在这里，我们要给这种倒霉一个视角的反转。这真的是单纯的倒霉吗？不，或许这是命运的保护机制。如果姜子牙卖面粉发财了，成了富家翁，在那温柔乡里，他那颗想要改写历史的雄心会不会就被消磨掉了？命运之所以一次次打翻他的箩筐，其实是在残酷地警告他：姜子牙，醒醒！你的手是用来执掌天下的，不是用来抓面粉的。这里不是你的舞台，给我滚出去！这种挫败感是一次又一次的提纯。终于，在一个深夜，70岁的姜子牙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手，问了自己最后一个问题：我还要在这个泥潭里继续浪费我的生命吗？学了一辈子的屠龙术，难道真的要烂在肚子里变成一捧黄土吗？不，那一刻，他做出了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那个真正懂他价值的人。离开了那个充满柴米油盐争吵的过往，姜子牙并没有像很多失意者那样找个深山老林躲起来自怨自艾。相反，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去了朝歌的权力中心，甚至他还当了官。是的，你没听错，在历史的某些碎片记载中，这位后来的反商总设计师其实曾在纣王的体制内短暂地工作过，职位大约是下大夫，或者是一个负责文书与历算的下级官员。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屠夫或小贩了，他需要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庞大的帝国，他需要一张入场券，哪怕是站票，也要站在风暴的中心去亲眼看一看这艘大船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那是一段压抑而灰暗的日子。60多岁的姜子牙穿着并不合身的低级官服，混迹在一群年轻气盛、趋炎附势的商朝贵族中间。他手里拿着刻刀和竹简，记录着这个国家的流水账。他的工作地点离传说中的露台很近，那是一座怎样的建筑啊？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去想象，那也是一座吞噬财富的怪兽。姜子牙每天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奴隶像蚂蚁一样背负着巨大的石块和从南方运来的楠木，在皮鞭的抽打下一步步爬上高耸入云的台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汗水发酵的酸臭味和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去的尸体腐烂的味道。姜子牙站在台阶下，仰望着那金碧辉煌的顶端。作为一名精通算学的博学者，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没有像那些腐儒一样仅仅在道德层面感叹君王无道，他在算账。他在计算一块巨石从深山开采到运至朝歌的人力成本。他在计算为了维持酒池里常年不干涸的美酒需要消耗多少个诸侯国的粮食产量。他在计算这种极度的奢靡与底层的赤贫之间那根紧绷的弦到底还能承受多大的张力。有一天，他看到了炮楼，那是一根涂满油脂的铜柱，下面烧着熊熊炭火。他亲眼看着一位因为进谏而触怒纣王的大臣被强行按在烧红的铜柱上，惨叫声穿透了朝歌的云层。周围的宠臣们在笑，纣王在笑。在那个瞬间，姜子牙手中的刻刀停住了。他低着头，没有人能看清他浑浊眼球里的光芒。那不是恐惧，那是一种确诊后的冷漠，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看着一个已经癌细胞扩散全身的病人，他知道没救了。这个王朝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消耗他最后一点元气。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不仅无法施展抱负，甚至会成为这座江青大厦的殉葬品。天命不在这里，姜子牙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竹简，脱下了那身象征着体制内身份的官服。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也没有回头，逃亡开始了。请注意，这可不是一场充满浪漫色彩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一次生死时速的逃亡。商朝的法律严苛，对于私自离职的官员刑罚极重，更何况此时的姜子牙已经年近古稀，一个70岁的老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要穿越几百里的封锁线从河南逃往陕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路上风餐露宿，他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荒山野岭像野兽一样前行。黄河渡口寒风凛冽，浑浊的河水咆哮着向东流去，仿佛要卷走一切。姜子牙混在一群流民中间，衣衫褴褛，满脸尘土。巡逻的商军拿着长戈在人群中粗暴地翻捡。姜子牙低着头，背显得更驼了。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随处可见的毫无威胁的难民老头。当士兵那冰冷的目光扫过他时，他甚至还要配合着咳嗽2声，表现出一种行将就木的虚弱。当他终于渡过黄河，踏上西岐的土地时，他感觉到了空气的变化。这里没有朝歌那种令人窒息的奢靡与血腥，这里的田野整齐，百姓脸上带着安详的神色。西伯侯姬昌治理下的西岐虽然不如朝歌繁华，但却透着一股勃勃生机。这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新的力量中心。姜子牙知道他来对地方了，但他并没有直接冲进西伯侯的府邸大喊，我会治国平天下，快用我。为什么？因为他是个深谙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知道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没人会珍惜，主动送上门的那是谋士，而让君王斋戒沐浴亲自去请的那才叫国师。而且他还需要最后一次确认，他要确认姬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那个值得他托付余生的真命天子。他要确认这股新生的力量是否真的做好了挑战旧秩序的准备。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隐居。他选择了终南山下的广西，这里山林幽深，流水潺潺，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天然避难所。从此世间少了一个逃亡的官员，多了一个奇怪的钓鱼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太公钓鱼。但在这里，我们要剥去神话的外衣，还原它作为一场顶级心理博弈的本质。姜子牙每天都去钓鱼，但他钓鱼的方式堪称反人类。他找了一块平整的磐石盘腿而坐，手里的鱼竿很长，线很细，而那个鱼钩是直的，没有鱼饵，直钩离水3尺。路过的樵夫笑他，老人家，你这样钓一辈子也钓不到鱼啊。偶尔经过的渔夫也劝他把钩弯一弯，挂个蚯蚓。这溪里鱼多着呢。姜子牙总是淡淡一笑，轻声念叨着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姜子牙不屑于用那种弯弯绕绕，充满了欺骗和诱惑的小手段去谋取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我要用我最正直、最坦荡，也是最锋利的智慧去钓取这天下最大的一条鱼。这是一场漫长的、孤独的等待。这一等又是好几年春天的桃花开了又谢，
花瓣落在他的肩膀上，夏天的暴雨倾盆而下，淋透了他单薄的蓑衣。秋天的霜叶染红了溪水，冬天的白雪覆盖了那块磐石。姜子牙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在发呆吗？不，虽然身在山野，但他的心始终连通着整个天下。他通过过往的商旅、砍柴的樵夫收集着外界的一切信息。他知道朝歌那边的局势越来越坏了，比干被挖了心，箕子被囚禁，微子出走了，商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像一个发疯的赌徒正在把最后的筹码扔进火坑。他知道西岐这边的力量越来越强了。姬昌虽然被囚禁在海里7年，但回来后更加隐忍，更加勤政。他在修德行，在招贤才，在等待一个起兵的理由。天下大事就像一锅正在慢慢烧开的水，姜子牙就是那个守在灶台边的厨师。他知道火候还差那么一点点，早一刻水还没开，煮不出好茶；晚一刻水烧干了，一切成空。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定力！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每一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常人在这个年纪，哪怕是等一壶水开，都会觉得漫长，何况是在等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机。焦虑吗？肯定有过。深夜里，听着山里的狼嚎，看着自己在水面倒影中日益稀疏的白发，姜子牙或许也曾问过自己，我是不是赌输了？如果姬昌永远不来这条河边怎么办？如果我明天就老死在这块石头上，后人会不会只把我看作一个笑话？但他把这些焦虑全部压进了心底最深处。他把六韬里的兵法在脑海里推演了一遍又一遍，他把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变局都想出了应对的策略。他把这几十年的阅历、痛苦观察和思考打磨成了一把无形的利剑，他在叙事就像一张拉满的弓，隐而不发。这种静止比射出那一箭更充满了张力。直到有一天，风向变了，远处传来了整齐的马蹄声和车轮滚动的巨响，身后的车马声停了下来，一个沉稳的声音穿过芦苇荡在老人背后响起：老先生，这鱼钩离水3尺又是直的，能钓到鱼吗？姜子牙嘴角微微上扬，并没有急着起身，他慢条斯理地收起鱼竿，回过头看向那位早已走下马车正恭敬站立的西伯侯姬昌。他缓缓开口，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鱼钩虽直，只钓王侯。这一句话瞬间击中了姬昌的心坎儿。要知道，姬昌在来之前特意算了一卦，龟甲上显示的卦象是所获飞龙飞飞飞虎，乃霸王之福。看着眼前这个虽然衣衫褴褛但眼神如电的老人，姬昌知道卦象应验了。他没有在意对方的傲慢，反而上前一步，更加恭敬地问道：那么老先生，您是在钓鱼还是在钓我？姜子牙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从怀里掏出一卷早已摩挲得发亮的竹简递了过去。这卷竹简便是后世兵家盛典六韬的雏形。这里面写了什么？没有诗词歌赋，也没有道德文章。他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人性的贪婪分化敌人，如何建立严苛的军纪打造铁军，以及如何用经济手段拖垮一个帝国。姬昌只读了几行，手就开始微微颤抖。他抬起头，眼神变了。那种眼神就像是一个在黑夜里摸索了很久的旅人突然看到了一把火炬。他知道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不是疯子，而是这天下最清醒的大脑。接下来的这一幕在野史和传说中被演绎得神乎其神。虽然正史仅记载两人同车而归，
但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传说，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权力的隐喻。传说中，姬昌邀请姜子牙上车回西岐，姜子牙却看着那辆豪华的马车，淡淡地说：“我不骑马，也不坐轿。若要我出山，须得侯爷亲自拉车。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简直是大逆不道，让一国之君给一个草民当车夫。这不仅是侮辱，更是对礼制的践踏。”随行的侍卫们手按剑柄，怒目而视。但姬昌没有犹豫，他挥退了左右，脱下华贵的长袍，亲自俯身负起了车辕。车轮吱呀转动，碾过渭水边的碎石。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车上闭目养神，一个身份尊贵的诸侯在前面挥汗如雨。姬昌拉着车一步一步地走着，100步，200步，汗水湿透了背脊，脚步开始踉跄，但他没有停，直到走到第800步时，终于力竭瘫倒在地。姜子牙睁开眼，看着气喘吁吁的姬昌，叹了一口气：“侯爷，您拉了我800步，我保您周朝江山800年。”姬昌一听，挣扎着想爬起来再拉几步，姜子牙却按住了他的手：“天数已定，不可强求。”就这样，72岁的姜子牙结束了他漫长的待机状态，正式上线。他坐上了那辆通往西岐权力中心的马车，也坐上了通往中国历史神坛的宝座。回到西岐后，姜子牙被尊为太公望，后来姬昌更是尊他为师上父。在这个称呼里，既有对老师的尊敬，也有对父亲般的依赖。接下来的日子不再是闲云野鹤的轻浮，而是日以继夜的精密布局。姜子牙就像一个最高效的工程师，开始对西岐这台国家机器进行全方位的改装。他改革、励志、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他深知要推翻庞大的商朝，靠的不是热血，而是复利。每一颗粮食的增产，每一把铜剑的铸造，每一套阵法的演练，都是在为最后的决战增加筹码。然而时间是残酷的，就在复仇的火焰刚刚燃起时，那个唯一懂他的知己姬昌病逝了。这对于姜子牙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那个在渭水边甘愿为他拉车的男人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轻稚嫩的继承人姬发，后来的周武王，以及一个尚未完成的灭商大业。此时的姜子牙已经接近80岁，在这个年纪，他不仅要承受失去挚友的孤独，还要如同一根定海神针，支撑起年轻的君主和躁动的臣民。他从一个谋士变成了一个摄政者，一个孤独的守护神。他看着年轻的姬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必须比以前更冷酷，更果断，因为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终于，那个日子来了。公元前1046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历史学家推测那应该是甲子日的清晨，地点牧野，距离商朝都城朝歌仅有1步之遥。这一天，天空阴沉的可怕，寒风卷着雪粒子打在人的脸上生疼。而在牧野的平原上，2支军队正在对峙，一方是商纣王临时拼凑起来的70万大军。史料数字虽有夸张，但人数绝对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大多是奴隶和战俘，衣衫褴褛，神情麻木，像一片黑色的潮水，无边无际。另一方是姜子牙率领的周联军，仅有战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在数量上，这是一场根本不可能赢的赌局。所有的士兵都在发抖，那是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也是对那个统治了数百年的庞大帝国的敬畏。就在这军心动摇的时刻，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阵前的战车上，
那是80多岁的姜子牙，一个耄耋老人，在寒风中披挂着沉重的青铜铠甲，他的左手握着象征权力的黄钺，他的右手高举着白盾，他的白发在风中狂舞，但他的身姿却挺拔如松。他没有像年轻将领那样声嘶力竭的怒吼，他的声音苍老平静，却穿透了呼啸的北风，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士兵的耳朵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目视，但他不仅仅是在发表战前动员。作为一个博学的军事家，他下达了一道极其反常、极其违反直觉的命令：今日之战，不战于6步7步，乃止其焉。翻译过来就是，今天的战斗，大家往前冲的时候，绝对不允许超过6步或者7步。每走6、7步必须停下来整顿队形，保持阵列的整齐，然后再继续前进。疯了吗？在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时，不应该是一拥而上，以快打慢吗？为什么要像做广播体操一样走几步停一下？不，这才是姜子牙的恐怖之处。他太了解对面那群人了。商朝的军队虽多，但那是乌合之众，是奴隶，是囚徒。他们依靠的是一种混乱的、野蛮的冲击力。如果周军也乱哄哄地冲上去，哪怕再勇猛，也会瞬间被那片黑色的潮水淹没。姜子牙要的是一堵墙，一堵由纪律、钢铁和绝对服从构成的会移动的墙。他要用这种令人窒息的慢去碾压对方那种慌乱的快，他要用这种如同机器般精密的秩序去摧毁对方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姜子牙挥动了手中的白臀，战鼓升起，不是急促的鼓点，而是缓慢沉重，一下一下敲在心坎上的巨响。周军的方阵开始移动了，1步、2步、3步、6步，停，调整盾牌，对齐长戈，再走1步、2步。这种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对于对面的商军奴隶来说，缓缓逼近的不再是人类，而是一群没有感情、不知恐惧的杀戮机器。恐惧开始在商军的阵营里像瘟疫一样蔓延。在这个80岁老人的指挥下，战争变成了一门冷酷的艺术。当两军终于碰撞在一起时，没有预想中的焦灼，商军的前锋在接触到这堵铁墙的瞬间就崩溃了。奴隶们原本就不愿为纣王卖命，此刻看到如此威严的阵势，纷纷倒戈。他们调转矛头给周军开路。接下来的场面，史书中用了4个字来形容：血流飘杵，血流的太多，甚至能把沉重的木杵漂浮起来。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意象。姜子牙站在战车上，看着眼前的杀戮，他的表情依然平静，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波澜。我们或许会期待他此刻展现出仁慈，但在这个瞬间，姜子牙展现的是一种神的冷漠。他知道这是必须支付的代价。为了终结商朝数百年的暴政，为了结束那更加残忍的活人祭祀和刨烙酷刑，必须有人来承担这份杀孽。虽然80岁了，但他依然冲在最前面。你可以想象那个曾经在渭水边安静垂钓的老人，此刻正驾驶着战车在血海中穿行。他的身上溅满了鲜血，染红了他的白发和胡须。这种反差充满了令人战栗的宿命感。他用一生的隐忍和等待换来了这短短1个上午的爆发。他用那只曾经杀牛卖酒、握过钓竿的手，亲手推倒了商朝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当太阳终于穿透乌云，照耀在牧野的战场上时，喧嚣逐渐平息，战争结束了，商朝亡了。
姜子牙站在堆积如山的尸体旁，扶着车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太老了，这场战斗透支了他最后的一点体力。年轻的周武王姬发走了过来，看着这位满身是血的老人，眼中满是敬畏。但姜子牙只是摆了摆手，目光越过战场，看向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是日出的方向，也是齐地的方向。牧野那一战血迹尚未干涸，新的使命就已经降临。战争对于普通将领来说，或许意味着功成名就的终点，但对于姜子牙来说，那仅仅是一个爆裂的开场白。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如何摧毁一个旧世界，而在于如何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一个能自行运转的新秩序。公元前1045年左右，周武王姬发开始分封功臣。作为首功之臣，姜子牙被封在了齐地，都城定在营丘，听起来是不是很风光？齐国始祖这4个字在后世闪闪发光。但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站在姜子牙的马车上，你会发现，这与其说是一份奖赏，不如说是一场流放，甚至是一次地狱难度的拓荒挑战。让我们把镜头拉向东方，拉向那片遥远的海岸线。当时的齐地可不是后来那个挥汗成雨、比肩冀踵的繁华大国，那里是真正的蛮荒之地，土地是大片大片的盐碱滩，白花花的，种庄稼很难存活，芦苇荡里藏着沼泽，随时能吞没行人。更要命的是，这里是东夷人的地盘。东夷人彪悍生猛，他们并不认同周朝的统治。对于这个突然空降来的白发老头，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试探。此时的姜子牙已经接近90岁高龄，换作任何一个老人，面对这样一片烂摊子，恐怕都会选择躺平，或者向周天子哭诉，要求换个富庶的地方养老。但姜子牙没有，他站在满是咸腥味的海风中，眯着眼睛看着那片贫瘠的白色土地。他的脑海里回放的不是牧野的战鼓，而是他年轻时在朝歌卖肉、卖酒、做生意的画面。那些曾经被视为失败和卑贱的市井经历，在这一刻突然转化成了最宝贵的治国财富。命运的伏笔埋藏了整整80年，终于要在这一刻引爆了。他做出了第一个决定，不搞教条主义。周朝刚刚建立，周公旦正在鲁国大力推行周礼，那是一套繁琐而严密的社会规范。吃饭用几个鼎，走路先迈哪只脚，见到长辈怎么作揖都有严格规定。周公希望用这种礼来驯化野蛮，但姜子牙到了齐地看了一圈，挥了挥手说：“太麻烦了，在这里行不通。”他提出了4个字：因俗简礼，意思是尊重当地的风俗，简化繁琐的礼仪。东夷人喜欢披头散发，随他们去；东夷人喜欢席地而坐，那就坐。只要你不造反，只要你遵守基本的法律，其他的怎么舒服怎么来。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但这恰恰体现了姜子牙极度的务实。他知道，对于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蛮夷，你跟他讲怎么磕头，不仅没用，还会激起民变。紧接着，他做出了第2个决定，这个决定直接奠定了齐国未来的霸主地位。他指着那片种不出庄稼的盐碱地和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说了一句话：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翻译过来就是，既然种地不行，那我们就不种了。我们做生意搞工业，海里有鱼我们就去捕鱼，地里有盐我们就去晒盐，然后把这些鱼和盐卖给那些身处内陆缺盐少肉的诸侯国，用我们的特产去换他们的粮食和布匹。你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
但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把做生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姜子牙这位被后世尊为兵家鼻祖的老人，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在他的治理下，营丘变了，不再有强迫耕种的皮鞭声，取而代之的是海边晒盐场的劳作声，是纺织作坊里的机杼声。原本死气沉沉的边陲荒城开始变得热闹非凡，商队络绎不绝，车轮压出的痕迹深深地印在道路上。来自天南地北的货币像流水一样汇入齐国，齐国的女人学会了精湛的刺绣，齐国的男人成了最优秀的渔夫和盐商。那个曾经被所有诸侯嫌弃的贫瘠之地，因为思路的转变，变成了流淌着黄金的富饶之国。姜子牙用事实证明了没有无用的资源，只有僵化的头脑。然而，如果你以为晚年的姜子牙仅仅是一个慈祥的富家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看似和蔼的100岁老人体内，他依然藏着那把屠龙的刀，甚至因为年老，这把刀变得更加冷酷，更加不讲情面。这就必须提到那个让孔子都感到震惊，让后世争论了几千年的血腥事件——诛杀狂蠢。华氏。华氏是谁？他是当时齐国境内的一个超级网红。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品德高尚，名气极大。但他有个特点：3不：不陈天子，不有诸侯，不耕而食。意思是，我不给周天子当臣子，我不和诸侯交朋友，我也不种地，我就靠着我的名望和弟子的供养活着。他主张绝对的清高，绝对的隐士，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在当时的舆论场里，华氏就是道德的标杆，是无数读书人崇拜的偶像。姜子牙刚到齐国，也听说了华氏的大名。按照常规剧本，新官上任应该去拜访当地的名人，以示尊重。于是姜子牙派人带着厚礼去请华氏出山，想让他来政府任职。华氏拒绝了。姜子牙没生气，又请了第2次，华氏又拒绝了。第3次，姜子牙再次派人去请，华氏依然闭门不见，甚至还对弟子们宣扬：看，连那个灭商的姜子牙都要来求我，说明我的道德比他更高。3次过后，姜子牙的耐心耗尽了，他没有像周文王那样亲自拉车，他下了一道命令，简短的让人骨头发冷，把华氏抓来杀了，整个齐国都炸锅了。老百姓不理解，官员们吓坏了，这可是贤人啊，怎么能杀贤人呢？就连远在鲁国的周公旦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坐不住了，他连夜派人送来急信质问姜子牙：华氏是齐国的榜样，你刚到任就杀贤人，就不怕失去民心吗？面对周公的质问，90岁的姜子牙坐在大堂之上，手里握着那卷竹简，眼神比外面的海风还要冰冷。他说出了一段振聋发聩的逻辑，这段逻辑彻底撕开了隐士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他不陈天子，我就没法指挥他；他不有诸侯，我就没法用名誉约束他；他不耕而食，就是社会的蛀虫。更可怕的是，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尚的榜样。如果齐国的百姓都学他，都不种地，不纳税，不服兵役，都去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清高，那谁来养活军队？谁来抵御外敌？这个国家吃什么穿什么？一匹马如果跑得再快，但不让人骑，那就是废马；一把剑如果再锋利，但在战场上拔不出来，那就是废铁。华氏这种人，名气越大，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他是在用他的清高瓦解国家的根基，所以
他必须死。手起刀落，那颗高贵的头颅滚落在地上，鲜血染红了齐国的土地。这一刀杀掉的不仅仅是一个隐士，更是杀掉了那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虚伪风气。姜子牙用这场处决告诉所有人，在我的齐国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只有一个，你能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你有才华好，拿出来造福百姓；你有力气好，去晒盐捕鱼。如果你只有一张嘴，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却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那么对不起，我的刀不认人。这是一种极度的实用主义，甚至带着一种令人不适的功利色彩。很多人想不通，同是隐士，何必相奸？但对于姜子牙来说，他的隐居是待价而沽。他在磨刀，在等待出鞘的机会。他的隐是为了最后的现，而华氏的隐居是彻底的逃避。他享受着社会提供的安全环境，却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他的隐是一种自私的表演。我有资格隐居，因为我有能力出山，而你隐居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这就是政治家的成熟，也是政治家的冷酷。真正的慈悲有时候需要带着血腥味。为了保全大多数人的生存，为了让齐国这艘破船能在这片盐碱地上开动起来，姜子牙必须清除掉那些附着在船底的藤壶，哪怕这些藤壶看起来很美。杀完华氏之后，齐国的风气为之一变，再也没有人敢空谈误国，所有人都把精力投入到了生产和建设中。齐国的国力开始像滚雪球一样壮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姜子牙常常独自一人登上营丘的高台。此时的他已经老得几乎走不动路了，他的眼睛浑浊，耳朵也有些悲了，但他依然喜欢听远处集市上的喧闹声，听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他会想起渭水的芦苇，想起牧野的雪，想起姬昌拉车时沉重的呼吸声。他这一生太长了，长到熬死了周文王，甚至熬死了周武王。他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漫漫长夜中点燃了火把，照亮了路，然后看着年轻人们一个个走过去，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而他自己依然站在原地，守护着最后的余烬。他手里没有了大神鞭，也没有了杏黄旗，他有的只是一颗看透了世间所有繁华与荒凉的心。公元前1015年左右，这位100岁老人在齐国的土地上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姜子牙走了，但姜太公才刚刚诞生，肉体终将化为尘土，但故事却能在时间的河流里长出属于自己的骨血。在他去世后的3000多年里，中国历史对他进行了一场漫长而盛大的造神运动，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宿命感的事情。在唐朝，他被官方尊为武成王，也就是武圣。皇帝们专门为他建立了武庙，让他享受和文圣孔子一样的最高规格祭祀。历朝历代的名将，无论是运筹帷幄的张良，还是精忠报国的岳飞，都要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画像两旁，做他的陪衬。在那个阶段，他是兵家的祖师爷，是所有军人的精神图腾。但到了明朝，随着一部《封神演义》在民间的流传，姜子牙的形象发生了更奇妙的异化。人们似乎不愿意相信一个凡人老头能凭借单纯的智慧推翻一个王朝，于是大家给他加上了呼风唤雨的法术，让他骑上了神兽四不像，手里塞进了一根能打醒众神的打神鞭，那个在渭水边精算粮草，在齐地杀伐果断的政治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白胡子飘飘、无所不能的法师。这或许是历史对这位老人最大的误读，但也是最温暖的误读，
因为在老百姓的心里，只有把它变成神，才能寄托那种渴望被智慧长者庇护的安全感。直到今天，在中国很多乡村的旧式民居里，你依然能在盖房上梁的时候看到一幅红纸条，上面写着8个字：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这背后藏着一个比正史更动人的传说。故事里说，姜子牙主持封神，分封了365位正神，他把最好的位置给了别人，把最威风的头衔给了别人，甚至连那个只会惹祸的老婆马氏都封了个扫把星。等到所有神位都分完了，他才发现自己手里空空如也，竟然忘了给自己留一个位置。最后他只能笑着摇摇头，选择坐到了门楣之上，也就是屋顶的横梁上。他说，我就坐在这里吧，只要我在这里，众神都要退避三舍，妖魔鬼怪都不敢进屋。这个传说当然是虚构的，但他却极其精准地抓住了姜子牙一生的精神内核。前半生他在市井中成全了自己的厚积薄发，后半生他在战火中成全了周朝的800年江山。他一直是个幕后的操盘手，一个把别人送上神坛，自己却甘愿守在门口的守护者。这种无名之位恰恰是最高的地位。今晚当我们回顾他这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朝歌肉铺的一地鸡毛，到渭水之滨的寒风凛冽，再到牧野战场的万丈荣光，最后归于齐地海边的平静，你是否会从这个遥远的故事里获得一丝久违的慰藉？在这个倍速播放的时代，我们太容易焦虑了。20岁没成名觉得晚了，30岁没发财觉得输了，40岁还在迷茫就觉得这辈子完了。但请看看姜子牙，在他72岁之前，他是所有人眼里的废物，失败者，笑话。如果那时候有朋友圈，他发的每一条状态恐怕都只会招来嘲讽。可是那又怎样呢？如果他50岁就认命了，老死在朝歌的肉铺里，那历史的星空上就会少一颗最亮的星，华夏文明的走向可能都要改写。他用整整72年的时间去打磨一个钩子，因为他知道有些鱼是需要用一辈子去等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如果你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或者觉得起步太晚，请想一想渭水边那个在大风中纹丝不动的背影。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你的心里还藏着那把解牛的刀，只要你的脑海里还有那卷未读完的书，只要你还愿意在寒风中多坐一会儿。如果你是一块姜，老的才够辣；如果你是一坛酒，陈的才够香。在那位属于你的周文王驾车赶来之前，在那个属于你的时代大门打开之前，你要做的不是焦虑，不是放弃，而是像那位老人一样整理好你的衣冠，磨亮你的直钩，然后在命运的洪流边耐心地坐稳了。晚安。